我刚从民政局出来，手里拿着还热乎的离婚证，3年的婚姻就这样结束了。林志远以为我会哭会闹，没想到我签字签得比他还爽快。他一脸懵逼地看着我，苏婉婉，你不后悔？我淡淡一笑，后悔什么？后悔嫁给你吗？确实挺后悔的。说完我转身就走，留下他一个人站在原地发呆。走出民政局大门，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自由的感觉真好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我叫苏婉婉，今年26岁，是华悦集团的一名普通会计，至少在别人眼里，我就是个普通的上班族。包括我刚离婚的前夫林志远，他也这么认为。可惜他永远不会知道，华悦集团其实是我家的产业，我是苏家唯一的继承人，身价过亿，而他只是个月薪8000的小职员。3年前我嫁给他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说我高攀了，现在想想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我之所以隐瞒身份，是因为想找个真心爱我的人，而不是爱我钱的人。可惜我看错了林志远。1个月前，我无意中发现了他的秘密，他在外面养了个小三，叫张梦梦，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长得确实比我年轻漂亮。更让我愤怒的是，他居然用我们的共同财产给张梦梦在市中心买了套房子，那套房子价值200万，首付就要60万。林志远哪来这么多钱？答案很简单，都是我给他的。这3年来，我以各种名义给了他不少钱，说是投资理财的收益，说是中奖得来的，说是朋友借给我的。林志远从来不怀疑，还经常夸我运气好。现在看来，我的运气确实不怎么样，至少在看男人这件事上。不过，既然他这么喜欢张梦梦，我就成全他们。离婚的时候，我主动放弃了财产分割，林志远还以为占了大便宜，高兴得合不拢嘴。他不知道的是，他名下那些财产，包括那套给张梦梦买的房子，很快就不属于他了，因为那套房子正好在我家的物业里，而那栋楼下个月就要拆迁了。我掏出手机，拨通了律师的电话，李律师，可以开始了。电话那头传来李律师的声音，苏小姐，所有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林志远涉嫌诈骗和挪用资金的证据确凿，警方明天就会采取行动。很好，我满意的挂断电话。林志远以为离婚就结束了，其实这只是开始。我要让他知道，欺骗苏婉婉的代价有多大。回到公司，同事们都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。婉婉，你还好吧？听说你离婚了？财务部的小刘关心地问。我点点头，挺好的，终于解脱了。林志远那个人渣，居然出轨，你离开他是对的。就是，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同事们纷纷安慰我，我心里暖暖的，这些都是真心关心我的人，和林志远那种虚伪的渣男完全不同。下午，我正在整理账目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是个陌生号码。喂，请问是苏婉婉女士吗？我是张梦梦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。我挑了挑眉，有事吗？张梦梦的声音有些得意，我想跟你谈谈。明天下午3点，中央商场咖啡厅，我等你。为什么要陷我？当然是为了志远。虽然你们离婚了，但我觉得有些话还是要说清楚。我冷笑一声，好啊。
我也想谢谢你。挂了电话，我摇摇头，这个张梦梦还真是年轻，居然主动约我见面。也好，正好我也想看看，这个让林志远神魂颠倒的女人到底有什么本事。第二天下午，我准时来到中央商场的咖啡厅，一眼就看到了坐在角落里的张梦梦，确实很年轻，看起来也就20出头的样子，长得不算特别漂亮，但胜在青春靓丽。她穿着一身名牌，手里拿着最新款的包包，看来林志远对她确实很舍得花钱。我走过去坐在她对面，你就是张梦梦？张梦梦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眼中闪过一丝轻蔑，你就是苏婉婉，志远的前妻。是我，我淡淡地说。张梦梦嗤笑一声，老实说，我以为你会更漂亮一些，毕竟能让志远娶你3年，总该有点过人之处吧。我没有生气，反而觉得有些好笑。这个女孩太天真了，以为抢了别人的老公就很了不起。你约我来，就是为了说这些？张梦梦摆摆手，当然不是，我是想告诉你，志远现在很爱我，你们已经离婚了，以后不要再纠缠他。纠缠？我笑了，我为什么要纠缠他？谁知道呢？毕竟你们夫妻3年，可能还有感情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志远现在只爱我一个人，他还给我买了房子，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。说到房子的时候，张梦梦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，我心里暗笑，如果他知道那套房子下个月就要拆迁，不知道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那恭喜你们。我站起身，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就先走了。等等，张梦梦叫住我，我还有话要说。我回头看着她，还有什么？张梦梦咬咬牙，志远说你们结婚的时候，你家里出了不少钱，现在你们离婚了，我希望你不要找他要回去。我终于明白他约我见面的真正目的了，原来是怕我找林志远要钱。我为什么要找他要钱？因为你们夫妻3年，你肯定给了他不少钱，现在离婚了，按理说应该要回来的，但是我希望你大度一点，就当是对他的补偿。张梦梦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，好像我欠了他什么似的。我真的被他的无耻惊到了，抢了别人的老公不说，还要别人的钱，这脸皮得有多厚？你放心，我不会要的。我冷冷地说，因为他根本没有什么钱可以要。说完我转身就走，留下一脸疑惑的张梦梦。走出咖啡厅，我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，4点10分。按照计划，远景现在应该已经到林志远的公司了。我想，他现在应该已经被带走了吧。而张梦梦还在咖啡厅里做着她的发财梦呢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正在公司里处理档，就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嘈杂声。听说了吗？林志远被抓了。什么？那个苏婉婉的前夫？对啊，昨天下午就被远景带走了，说是涉嫌诈骗。不会吧？他不是个老实人吗？谁知道呢？人不可貌相啊。我假装专心工作，实际上把同事们的话听得一清二楚。果然，林志远被抓了。说实话，我心里没有一丝同情，他既然敢欺骗我，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。上午10点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张梦梦打来的。这次她的声音里带着哭腔，苏婉婉，我求求你，放过志远吧。我挑了挑眉，什么意思？你别装了，志远被抓肯定跟你有关系，你们刚离婚他就出事，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巧的事情？张梦梦的声音歇斯底里，完全没有了昨天的得意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淡淡地说，林志远被抓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还狡辩，肯定是你报的警。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居然害自己的前夫。我冷笑一声，张梦梦，
你搞清楚，林志远是因为诈骗被抓的，不是因为出轨。如果他没做违法的事，远景为什么要抓他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，显然张梦梦也想到了这个问题。可是志远不可能诈骗啊，他是个老实人。老实人？我差点笑出声，一个老实人会出轨吗？会用婚内财产给小三买房吗？张梦梦被我说得哑口无言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哭着说，那也不能抓他，我们还要结婚呢，房子都买好了。房子？我故意问，什么房子？就是志远给我买的那套，在中央花园社区，200万呢。听到他炫耀的语气，我心里更加厌恶。这个女人真的是无知者无畏。那套房子啊，我拖长了声音，我觉得你最好去看看最新的拆迁公告。什么拆迁公告？自己去看吧。我干脆地挂断了电话。下午，我在朋友圈里看到了张梦梦发的动态，是一张哭花了妆的自拍照，配文是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做错了什么？看来他已经知道房子要拆迁的消息了。中央花园社区确实要拆迁，这是半年前就定下的事情，但是拆迁补偿很少，远远比不上当初的购房价格。200万买的房子，最多能赔偿50万，而且还要等好几年才能拿到钱。林志远当初买房的时候，肯定没有了解过这些情况，不然他再喜欢张梦梦，也不会做这种亏本买卖。我想到这里，忍不住摇头。果然，冲动是魔鬼，为了女人冲昏了头脑，什么蠢事都做得出来。晚上，我刚到家，就接到了律师的电话。苏小姐，林志远的案子有新进展。什么进展？经过调查，他确实涉嫌挪用公司资金，数额不小，可能要判3年以上有期徒刑。知道了。我挂断电话，心情有些复杂。3年的婚姻，就这样彻底结束了。虽然是他对不起我在先，但看到他落到这个地步，我还是有些感慨。如果他当初没有出轨，我们或许还能好聚好散。可惜，世界上没有如果。第二天，我在公司里碰到了一个熟人，是我大学同学陈浩，现在是华悦集团市场部的经理。婉婉，听说你离婚了？陈浩关心地问。我点点头，已经离了。那个林志远真不是东西，居然出轨。你离开他是对的，谢谢关心。陈浩犹豫了一下，然后说，婉婉，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。什么消息？是关于林志远的。陈浩压低了声音，我听说他在看守所里得了抑郁症，现在状态很不好。我心里一动，怎么回事？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，只是听朋友说的，好像是因为案子的事情打击太大了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虽然我对林志远很失望，但听到这个消息，还是有些不忍心。毕竟我们夫妻3年，总有一些感情在。他家里人有去看他吗？我问。他父母都在外地，一时半会赶不过来。至于那个张梦梦，陈浩摇摇头，听说他早就跑了。跑了？对啊，林志远一出事他就消失了，现在连电话都打不通。我冷笑一声，这就是所谓的真爱，患难见真情。张梦梦的真面目总算露出来了。当初他抢林志远的时候那么嚣张，现在出了事就跑得比兔子还快，真是可笑。林志远为了他搭进去所有的钱，甚至连自由都失去了。结果呢？他一点责任都不愿意承担。我想到这里，心情更加复杂了。一方面，我觉得林志远活该；另一方面，我又觉得他有些可怜，被一个这样的女人骗得团团转，最后落得个人财两空的下场。下午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要去看守所看看林志远。
不是因为还有感情，而是想给这段关系一个彻底的了断。我想当面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，让他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，也算是对他的最后一次打击吧。看守所里的林志远看起来憔悴了很多，他坐在我对面，透过玻璃窗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绝望。苏婉婉，他的声音有些嘶哑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淡淡地说，来看看你过得怎么样。林志远苦笑一声，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？你觉得呢？他低下头，沉默了很久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抬起头看着我，苏婉婉，我知道你肯定很恨我，但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梦梦，张梦梦她还好吗？听到这个问题，我真的被气笑了。都到了这个时候，他居然还在关心张梦梦，真是一个痴情的男人。可惜用错了地方。你想知道他过得怎么样？我冷冷地说，我告诉你，他很好，好得很呢。林志远眼中闪过一丝希望，真的吗？他没有受到牵连？当然没有。我故意拖长了声音，他现在已经找到新男朋友了，过得很开心。虽然我不知道张梦梦现在的情况，但我就是想刺激一下林志远。果然，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新男朋友？对啊，你以为他会一直等你？你进来才几天，他就投入别人的怀抱了。据说对方是个有钱的老板，比你有钱多了。我编得很认真，仿佛真的见过一样。林志远的身体开始发抖，眼中的绝望更加浓烈了。看到他这个样子，我心里有些快意。这就是背叛的代价。当初他选择张梦梦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会有今天？不可能，他不是这样的人。林志远喃喃自语，不是这样的人。我嗤笑一声，那你告诉我，自从你出事以来，他来看过你几次？林志远张张嘴，却说不出话来，因为张梦梦确实一次都没有来过。他连一个电话都没给你打过吧？我继续追问，这就是你口中的真爱？林志远彻底崩溃了，趴在桌子上开始哭泣。看着他痛苦的样子，我心里没有一丝同情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他自己造成的。如果他当初没有选择背叛，现在就不会是这个结果。哭了一会儿，林志远擦干眼泪，看着我说，苏婉婉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但是你能不能帮帮我？帮你？我挑了挑眉，帮你什么？我知道你肯定有钱请律师，我求求你，救救我吧，我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。听到这话，我差点笑出声，他居然还指望我救他，脸皮得有多厚才能说出这种话？林志远，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我冷冷地说，我为什么要救你？因为我们夫妻3年，总有一些感情的。感情？我站起身，你出轨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我们的感情？你给别的女人买房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我们的感情？现在出事了，想起我们的感情了？林志远被我说得哑口无言。我继续说道，而且你以为我有钱请律师？我一个月薪5000的会计，哪来的钱？可是你之前不是经常有意外收入吗？我冷笑一声，那些钱都被你花光了。给张梦梦买房的首付，不就是我的那些钱吗？林志远的脸色更加难看了，他终于意识到，自己真的是彻底完了，没有人会救他，包括我。苏婉婉，他最后挣扎了一下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听到这话，我真的被他的厚脸皮震惊了。都到了这个时候，他居然还想和我重新开始。重新开始？我冷冷地看着他，林志远，你是不是还没搞清楚状况？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法律上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我知道，但是我们可以重婚啊。重婚？我忍不住大笑起来，
你觉得我会和一个坐牢的男人重婚？你觉得我疯了吗？林志远彻底绝望了，瘫坐在椅子上，看着他这个样子，我觉得是时候给他最后一击了。我凑近玻璃窗，压低声音说：林志远，我有件事要告诉你。什么事？其实，华悦集团是我家的公司。林志远愣了一下，什么意思？我是苏家的千金，华悦集团的继承人。这3年来我一直隐瞒身份，就是想找个真心爱我的人。我看着他逐渐变化的表情，心里有一种报复的快感。不可能，你在骗我。林志远的声音在颤抖。骗你？我有必要骗你吗？我拿出手机，给他看了几张照片，这是我和华悦集团董事长苏总的合影。他是我爸爸，这是我的身份证明，上面写着我的真实身份。林志远看着手机荧幕，整个人都傻了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抛弃的妻子，居然是华悦集团的千金小姐。华悦集团在本市是什么地位？他很清楚，那是市值几十亿的大企业，而他居然为了一个普通女大学生，放弃了这样的妻子。现在你知道自己有多蠢了吧？我冷冷地说，为了张梦梦那样的女人，放弃了我这样的妻子。林志远，你真的是世界上最愚蠢的男人。林志远彻底崩溃了，抱着头痛哭起来。他一边哭一边说，不可能，我怎么会这么蠢？我怎么会？看着他痛苦的样子，我心里的报复欲得到了满足。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。我要让他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，我要让他后悔一辈子。站起身，我拍了拍衣服，准备离开。苏婉婉，林志远突然抬起头，眼中满是祈求，求求你，给我一个机会吧。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头也不回地说，晚了。走出看守所，我深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。这一次，我真的彻底解脱了。从看守所出来后，我感觉心情前所未有的轻松。3年的婚姻，3年的隐瞒，3年的委曲求全，终于结束了。我开车回到公司，刚进办公室就接到了助理小李的电话。苏总，您什么时候回公司？董事会在等您开会。我愣了一下，然后想起来今天确实有重要会议。这段时间为了处理林志远的事情，我几乎忘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。我马上就到。挂断电话，我收拾了一下东西，准备去华悦集团总部，是时候回归正常生活了。华悦集团的总部大厦位于市中心，40层的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我开车进入地下停车场，直接坐专用电梯到达顶层。苏总，您终于来了。秘书小张迎上来，董事们都在会议室等您呢。我点点头，整理了一下衣服，推开会议室的门。会议室里坐着10几个董事，都是华悦集团的核心股东。看到我进来，所有人都站了起来。苏总好。苏总，您最近辛苦了。我坐在主席位上，扫视了一圈，大家坐吧。开始开会。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华悦集团的扩张计划。作为总裁，我需要对公司的发展方向做出决策。会议进行得很顺利，1个小时后就结束了。散会后，财务总监王叔叔留了下来。王叔叔是我爸爸的老朋友，从我小时候就认识我。婉婉，听说你离婚了？王叔叔关心地问。我点点头，是的，已经办完手续了。那个林志远真是有眼不识泰山。王叔叔摇摇头，不过也好，他配不上你，往事就不要提了。我淡淡地说，对了，公司最近有什么新专案吗？有一个不错的专案。王叔叔拿出一份档，是关于房地产开发的，预计投资5个亿。我接过档仔细看了看，这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专案。
如果操作得当，收益会很可观，可以考虑。我说，先让专案部做个详细的可行性报告。好的。王叔叔停顿了一下，然后说，婉婉，有件事我想告诉你。什么事？是关于那个张梦梦的。我挑了挑眉，她怎么了？她今天来公司找过你。找我？我有些意外，她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应该是查到了你的身份资讯。她在楼下闹了很久，说要见华悦集团的苏总，保安莫让她上来。她就在下面哭喊。我冷笑一声，她想干石磨，估计是想求你放过林志远吧。王叔叔摇摇头，这个女人也是够可笑的，出事的时候就跑，现在又回来了。她现在在哪？被保安赶走了。不过听说她说明天还要来。我想了想，说明天如果她再来，让她上来，我倒要看看她想说什么。王叔叔有些担心，婉婉，你确定要见她？这种人没石磨好见的。没关系，我有分寸。其实我是有些好奇的，张梦梦现在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，她会是什么反应？会后悔吗？会嫉妒吗？我很想看看她的表情。第二天上午，我刚到办公室，秘书就来汇报，苏总，有个叫张梦梦的女士要见您，让她进来吧。几分钟后，张梦梦被带进了我的办公室，看到我坐在总裁办公桌后面，她整个人都愣住了。苏总，她结结巴巴地说，您就是苏婉婉。我点点头，有事吗？张梦梦的脸色变得很复杂，有震惊，有恐惧，还有深深的后悔。她显然没想到，自己曾经看不起的苏婉婉，居然是华悦集团的总裁。她说话都不利索了。我冷冷地看着她，说话啊，不是要陷我吗？张梦梦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。苏总，我求求您，放过志远吧。她哭着说道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勾引他的，您要怪就怪我吧。看着他跪在地上的样子，我心里没有一丝同情，现在知道求饶了，早干石磨去了。张梦梦，你现在知道错了。我冷冷地说，当初你在咖啡厅里那么嚣张的时候，怎么不知道错呢？张梦梦哭得更厉害了，我真的不知道您的身份啊。如果我早知道您是苏总，我绝对不敢，绝对不敢。不敢什么？不敢勾引我老公。对，我绝对不敢的。我站起身，走到他面前，那你的意思是，如果我只是个普通会计，你就可以随便欺负我了？张梦梦被我问得哑口无言。我继续说道，张梦梦，你知道什么叫做品格吗？一个有品格的人，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，都不会做出伤害别人的事情。而你，只是个势利眼而已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张梦梦哭着说，苏总，求求您大人有大量，放过志远吧。他也是被我迷惑了，他本来不是那样的人。我冷笑一声，现在知道替他说话了。那他出事的时候你在哪里？张梦梦低下头，不敢回答，因为他知道，林志远出事的时候，他确实是跑了的。张梦梦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如果当初我真的只是个普通会计，林志远选择了你，你们过上了幸福生活，你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吗？张梦梦抬起头看着我，眼中满是茫然，显然她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在她的价值观里，只要能得到想要的东西，用什么手段都是可以的。看到她的表情，我更加确定了自己的判断。这个女人根本就没有基本的道德观念，她现在的悔恨，只是因为踢到了铁板，而不是真的意识到错误。回答我的问题，我冷冷地说。张梦梦咬了咬唇，
然后摇摇头，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我大笑起来，那我告诉你，你根本不会羞耻，你只会得意。如果不是因为我是苏总，你现在还在享受胜利的快感呢。张梦梦被我说中了心思，脸色变得通红，看着跪在地上的张梦梦，我心里涌起一阵厌恶。这种人永远不会真正悔改。他现在的痛哭流涕，不过是因为害怕而已。张梦梦，我再问你一个问题。我冷冷地说，如果时光倒流，让你重新选择，你还会去勾引林志远吗？张梦梦愣了一下，然后连忙摇头，不会，绝对不会。真的吗？我走到窗边，背对着他，如果我还是那个普通会计，林志远还是那个你以为的有钱人，你真的不会去勾引他？这次张梦梦沉默了很久，我回头看着他，发现他的表情很纠结，显然他在犹豫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。如果他说不会，那就是在撒谎；如果他说会，那就证明他根本没有悔改之心。过了很久，张梦梦才小声说，我不知道。听到这个回答，我彻底失望了。这个女人到现在还在自欺欺人。张梦梦，你知道吗？我转身面对她，我原本还想着，如果你能真心悔改，我或许可以考虑帮林志远请个好一点的律师。毕竟我们夫妻3年，总有一些情分。张梦梦的眼中闪过一丝希望，真的吗？苏总，您愿意帮他？我摇摇头，但是现在我改主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让我看清了一个事实。我冷冷地说，林志远之所以会出轨，不是因为一时冲动，而是因为他的品格本来就有问题。能被你这样的女人勾引，说明他和你是一类人。张梦梦急了，不是的，志远他真的是好人，都是我的错。是吗？我冷笑一声，一个好人会用婚内财产给小三买房，一个好人会欺骗妻子。张梦梦，你觉得我是3岁小孩吗？张梦梦被我说得无言以对。我继续说道，而且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林志远给你买房的钱，是从公司账上挪用的，他挪用公司资金的行为，跟你脱得了关系。听到这话，张梦梦的脸色变得惨白，她显然没想到我连这个都知道。苏总，我真的不知道那些钱是从公司挪用的，志远告诉我那是他的积蓄。不知道。我走到他面前，一个月薪8000的人，拿得出60万首付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张梦梦张张嘴，却说不出话来。其实她心里是有疑问的，但是贪婪蒙蔽了她的双眼。她只想要那套房子，根本不在乎钱是从哪里来的。张梦梦，你知道什么叫共犯吗？我冷冷地说，林志远挪用公司资金给你买房，在法律上，你也是有责任的。张梦梦吓得浑身发抖，不可能，我没有犯法，没有犯法。我拿出手机，调出一段录音，你听听这是什么？录音里传出张梦梦的声音，志远，我想要那套房子，你一定要想办法买下来。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反正我就要那套房子。听到自己的声音，张梦梦彻底崩溃了。她万万没想到，林志远居然录了音。这段录音证明，你是主动要求林志远买房的。我冷冷地说，也就是说，你是教唆犯。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随便说说。张梦梦哭着辩解，随便说说。我冷笑一声，那为什么林志远会为了满足你的要求去挪用公司资金？张梦梦彻底说不出话来了。她知道自己完了，如果这段录音被当作证据，她也要承担法律责任。苏总，她颤抖着声音说，求求您，不要报警。我看着她可怜的样子，心里没有一丝同情。张梦梦，你记住一句话，
我冷冷地说，出来混，迟早要挨的。说完，我按下了桌上的内线电话。保安，请把这位女士送出去，以后不要让她再进公司。几分钟后，保安进来把张梦梦拖了出去。她一边被拖走，一边哭喊，苏总，求求您，给我一个机会吧。办公室重新安静下来，我坐在椅子上，心情有些复杂。其实我并没有打算真的用那段录音起诉张梦梦，我只是想吓唬她一下，让她知道害怕。但是看到她刚才的表现，我觉得这个女人真的没有救了。她到现在还在想着如何逃避责任，而不是真心悔改。这样的人，就算我放过她，她也不会感激的。下午，我接到了律师的电话。苏小姐，有个消息要告诉您。什么消息？林志远在看守所里企图自杀，现在被送到医院了。我心里一惊，严重吗？医生说没有生命危险，但是精神状态很不好，可能需要心理治疗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我知道了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心情很复杂。虽然我很恨林志远，但听到他企图自杀的消息，还是有些震撼。也许我的报复过头了。不，我摇摇头，是他自己选择了这条路，我只是让他承担应有的后果而已。如果他当初没有背叛我，现在就不会是这个结果。而且，他现在的痛苦，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张梦梦的背叛。如果张梦梦真的爱他，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不离不弃，他也不会这么绝望。说到底，还是他自己选错了人。晚上，我在办公室里处理档，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。喂，请问是苏婉婉女士吗？我是林志远的母亲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，听起来很疲惫。我愣了一下，林阿姨，婉婉，我刚从外地赶回来，听说志远出事了，我想谢谢你，可以吗？我犹豫了一下，然后说，好吧，您想在哪里见面？就在医院吧。志远现在在市人民医院，我马上过去。挂断电话，我收拾了一下东西，开车前往医院。路上，我心情很复杂。林志远的母亲是个很善良的女人，对我一直很好。当初我和林志远结婚的时候，他还特意从外地赶来参加婚礼。现在他儿子出了这种事，他一定很痛苦。医院的走廊里，我见到了林志远的母亲林阿姨，她比3年前苍老了很多，头发也白了不少。看到我，她的眼中闪过复杂的情绪。婉婉，你来了。她站起来迎接我。林阿姨，您辛苦了。我客气地说。林阿姨拉着我的手，眼中含着泪水。婉婉，阿姨对不起你，志远做了对不起你的事，阿姨代他向你道歉。看着他真诚的样子，我心里有些软化。林阿姨，您不用这样，这是我和林志远之间的事情，跟您没有关系。怎么没有关系？林阿姨摇摇头，是我没有教育好他，才让他做出这种事情。我们在走廊的椅子上坐下，林阿姨告诉我，她是昨天才知道林志远出事的。我接到电话的时候都不敢相信，我的儿子怎么会做出挪用公司资金的事情？人总是会变的。我淡淡地说。林阿姨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婉婉，我听说你们已经离婚了。我点点头，是的，1个星期前刚办的手续，都是那个张梦梦害的。林阿姨愤怒地说，如果不是她勾引志远，你们也不会走到这一步。我苦笑一声，林阿姨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如果林志远真的爱我，谁也勾引不走他。林阿姨被我说得哑口无言。过了一会儿，她试探性地问，婉婉，你能原谅志远吗？我摇摇头，对不起，林阿姨，我做不到。
我知道我这个要求很过分，但是志远现在真的很痛苦。医生说他有严重的抑郁症，如果再这样下去……林阿姨说不下去了，开始哭泣。看着他痛苦的样子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但是我不能因为同情就改变立场。林阿姨，我理解您的心情，但是有些事情一旦做了，就不能挽回了。林阿姨抬起头看着我，婉婉，我听说你现在是华悦集团的总裁。我点点头，是的。林阿姨震惊地看着我，那魏石魔，魏石魔你以前从来没有说过。因为我想找一个真心爱我的人，而不是爱我钱的人。听到这话，林阿姨更加愧疚了。如果志远知道你的身份，他绝对不会，绝对不会。不会什么？不会出轨。我冷冷地说，林阿姨，您觉得一个男人不出轨的原因，应该是因为妻子有钱吗？林阿姨被我问得无言以对。我继续说道，如果他是因为我有钱才不出轨，那这种爱情有什么意义？林阿姨低下头，开始自责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教育好他。林阿姨，您不要自责。我安慰她说，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这不是您的错。我们又聊了一会儿，林阿姨告诉我林志远现在的情况，医生说他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，需要长期治疗，而且他停顿了一下，而且治疗费用很高。我们家，我明白他的意思，林家的经济条件一般，负担不起高昂的治疗费用，他是想让我帮忙，但是我不能答应，不是因为钱的问题，而是因为原则问题。如果我现在帮助林志远，那就等于纵容了他的行为。林阿姨，医院应该有医保和低保补助，您可以去咨询一下相关政策。林阿姨点点头，虽然失望，但没有再强求。她是个明事理的女人，知道自己没有立场要求我帮助林志远。临走的时候，林阿姨拉着我的手说，婉婉，不管怎么样，阿姨都希望你能过得幸福。谢谢您，林阿姨。看着林阿姨离去的背影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她是个好人，只是生了个不争气的儿子，但是我不能因为同情她就改变立场，有些底线是不能突破的。回到家，我洗了个澡，然后坐在阳台上看夜景。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，我需要好好整理一下思绪。林志远的背叛，张梦梦的无耻，这些都让我对人性有了新的认识。原来，在利益面前，很多人的品格都是不堪一击的。幸好我及时看清了林志远的真面目，否则继续下去，受伤的只会是我。现在的我，虽然孤单，但是自由。我可以重新开始，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想到这里，我拿出手机，给最好的朋友小雅打了个电话。小雅，有时间吗？我想约你吃饭。当然有时间，你总算想起我了。小雅的声音很兴奋，听说你离婚了，怎么样？现在感觉如何？感觉很好。我笑着说，终于自由了。那就好，那个林志远本来就配不上你。小雅愤愤地说，对了，我介绍个人给你认识。什么人？我表哥，刚从国外回来，是个医生，人品很好，关键是单身。我笑了，这么快就给我介绍对象？我才刚离婚，早介绍早幸福吗？反正见见又不会怎么样。我想了想，说，好吧，安排个时间见见。虽然我现在还不想谈恋爱，但是认识新朋友总是好的。而且小雅介绍的人，人品应该不会有问题，不像林志远那样，表面上老实，背地里却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。想到这里，我心情更加轻松了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我要向前看，新的生活正在等着我。1周后，
我在咖啡厅里见到了小雅的表哥陈浩，他确实如小雅所说，是个很有风度的男人，30出头的年纪，戴着金丝眼镜，说话很温和。苏小姐，久仰大名。陈浩礼貌地伸出手，陈医生客气了。我和他握了握手，我们聊了很久，从工作到兴趣爱好，再到人生规划。陈浩是个很有趣的人，见识广博，而且三观很正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对我的态度很真诚，没有因为我的身份而显得谄媚。苏小姐，冒昧问一句，您是华悦集团的苏总？陈浩问。我点点头，是的。我在报纸上看过您的报道，很年轻就能管理这么大的企业，真的很了不起。我笑了笑，过奖了。陈浩停顿了一下，然后说，小雅告诉我您刚离婚，如果我的问题让您不舒服，请见谅。没关系。我坦然地说，确实刚离婚。那个男人一定很后悔吧？陈浩开玩笑地说，失去了这么优秀的妻子。听到这话，我想到了林志远在看守所里的样子，心情有些复杂。可能吧，我淡淡地说。陈浩似乎察觉到我的情绪变化，及时转移了话题。苏小姐，你有什么爱好吗？我喜欢读书，还有旅行。真巧，我也喜欢这些。陈浩眼中闪过一丝兴奋，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起去旅行。我笑了笑，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。虽然陈浩给我的印象很好，但我现在还不想开始新的感情。林志远的事情给我的打击很大，我需要时间来治愈内心的创伤。聊天结束后，陈浩很绅士地送我到停车场。苏小姐，今天很高兴认识您。他说，如果您不介意，我希望能继续和您做朋友。当然可以。我真诚地说，我也很高兴认识您。陈浩看起来很高兴，他给了我一张名片，这是我的联系方式，有空的话可以联系我。回到家，我把名片放在桌上，心情有些轻松。认识陈浩让我重新对爱情有了信心。原来，世界上还是有好男人的，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像林志远那样不靠谱。第二天，我正在公司开会，突然接到了医院的电话。苏小姐，林志远想见您。护士说，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您。我皱了皱眉，什么重要的事？具体情况我不清楚，但是他的情绪很激动，一直说要见您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答应了。不是因为对林志远还有感情，而是好奇他想说什么。下午，我来到医院，林志远被安排在一个单独的病房里，看起来比上次见面时更加憔悴了。看到我，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激动。苏婉婉，你来了。他的声音很嘶哑。你找我有什么事？我冷冷地问。林志远挣扎着想要坐起来，但身体太虚弱了。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。他说，关于张梦梦的秘密。我挑了挑眉，什么秘密？他其实早就知道你的身份。听到这话，我心里一震，什么意思？林志远咳嗽了几声，然后说，张梦梦的室友在华悦集团实习过，见过你。是他告诉张梦梦你是苏总的。我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就意味着张梦梦从一开始就知道我的身份。她明知道我是华悦集团的总裁，还敢勾引我的丈夫。你有证据吗？我问。林志远点点头，张梦梦的手机里有她和室友的聊天记录，我看过，他们讨论过怎么对付你。我的怒火瞬间燃烧起来。原来，张梦梦不是无知者无畏，而是有预谋的挑衅。她明知道我的身份，还敢这么嚣张，简直是在玩火。还有呢？我冷冷地问。张梦梦还说。林志远停顿了一下，
他说你一定不敢暴露身份，因为你想隐瞒，所以他可以随便欺负你。听到这话，我的拳头紧紧握起。这个张梦梦真的是太过分了，他以为抓住了我的弱点，就可以为所欲为。苏婉婉，我告诉你这些，不是想求你原谅我。林志远虚弱地说，我只是觉得，你应该知道真相。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。魏石魔现在才告诉我，因为我之前还对他有幻想。林志远苦笑一声，我以为他是真的爱我，直到他彻底抛弃我，我才看清他的真面目。看着他痛苦的样子，我心里没有一丝同情。现在知道后悔了，早干石魔去了。林志远，你记住一句话。我冷冷地说，自作孽，不可活。说完，我转身准备离开。苏婉婉，林志远突然叫住我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但是我想求你一件事。我回头看着他，什么事？帮我报复张梦梦。他眼中闪过一丝恨意，他毁了我的人生，我不能让他好过。听到这话，我差点笑出声。这个男人真的是太可笑了，被女人骗了，就想找前妻帮忙报复。林志远，你觉得我会帮你吗？我冷冷地说，我知道这个要求很过分，但是张梦梦也欺骗了你，我们有共同的敌人。共同的敌人？我摇摇头，林志远，你搞错了，张梦梦只是个小角色，真正伤害我的人是你。林志远被我说得哑口无言。我继续说道，而且我魏石魔要帮一个背叛我的男人报复他的情人，你觉得我疯了吗？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病房。走在医院的走廊里，我心情很复杂。林志远告诉我的消息让我很愤怒，但我不会因此就帮助他。张梦梦的事情，我会用自己的方式解决，但绝对不是为了帮林志远报复，而是为了我自己。从医院出来后，我直接回到公司，叫来了私人调查员老王。老王，我需要你调查一个人。苏总您请说。张梦梦，详细资料我发给你，我要他所有的资讯，包括家庭背景、学历、社交关系，越详细越好。什么时候要？越快越好。老王是个很有经验的调查员，我相信他能给我满意的答案。2天后，老王给我带来了张梦梦的详细资料。看完资料后，我冷笑了起来。原来，张梦梦的底细比我想象的还要不堪。她不仅家境贫寒，而且品德败坏。大学期间就有过多次不良记录，包括偷窃同学物品、考试作弊等等。最重要的是，林志远不是他的第一个目标。在遇到林志远之前，他还勾引过好几个有钱的男人，其中一个是他的教授，已婚，还有孩子。张梦梦为了得到好成绩，主动勾引教授，最后导致教授家庭破裂。还有一个是他实习公司的老板，也是已婚。张梦梦故意接近他，骗取了不少钱财。看来，勾引林志远只是他的惯用手段而已。这个女人就是个专业的小三。更让我愤怒的是，资料显示张梦梦确实早就知道我的身份。她的室友在华悦集团实习期间，不仅见过我，还偷拍了我的照片给张梦梦看。张梦梦在知道我的身份后，还故意制定了详细的计划。她研究了我的生活习惯，找到了接近林志远的机会，甚至连在咖啡厅约我见面，都是她计划的一部分。她想通过羞辱我来获得快感。看完这些资料，我彻底被激怒了。这个张梦梦真的是太过分了。她以为玩弄别人很有趣是吗？那我就让她尝尝被玩弄的滋味。我立即制定了一个计划。既然张梦梦喜欢勾引有钱男人，那我就让她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有钱人。我让助理联系了一个演员，
让他扮演一个富二代，然后安排他在张梦梦经常出现的地方偶遇他。同时，我还让人在网上发布了一些假消息，说张梦梦是某个富商的女儿，我要让她体验一下被欺骗的感觉。计划很快就开始实施了。那个演员很专业，成功地吸引了张梦梦的注意。张梦梦以为又遇到了一个冤大头，开始施展她的手段，而我就在暗中观察着一切，看着张梦梦自以为得计的样子，我心里充满了快意。很快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自作巨聪了。1周后，张梦梦彻底上钩了。她以为自己勾搭上了一个真正的富二代，开始做起了发财梦。那个演员按照我的吩咐，给她买了一些不算太贵的礼物，让她觉得自己很有魅力。张梦梦兴奋得不得了，甚至在朋友圈里炫耀自己的新男友。看到她得意的样子，我觉得时机差不多了，是时候给她一个教训了。我安排演员约张梦梦到一个高档酒店见面，说是要给她一个大惊喜。张梦梦毫不犹豫地答应了，还精心打扮了一番。她以为等待她的是什么好事呢，可惜她想错了，等待她的是一个巨大的陷阱。到了约定的时间，张梦梦来到酒店房间，房间里除了那个演员，还有几个看起来很凶的男人。怎么回事？张梦梦有些紧张。演员冷笑一声，张梦梦，游戏结束了。什么游戏？张梦梦更加困惑了。我不是什么富二代，我是被人雇来的演员。演员撕下了伪装，有人要教训你。张梦梦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是谁？这时，房间的门打开了，我走了进来。看到我，张梦梦整个人都震惊了。苏总，她结结巴巴地说。我冷冷地看着她，张梦梦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张梦梦的声音在颤抖。什么意思？我走到她面前，你觉得欺骗别人很有趣吗？现在轮到你被欺骗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张梦梦终于明白了，这一切都是我设计的陷阱。苏总，我知道错了。她哭着说。现在知道错了。我冷笑一声，晚了。我拿出手机，播放了一段录音，正是张梦梦和她室友讨论如何对付我的对话。听到自己的声音，张梦梦彻底绝望了。张梦梦，你以为抓住了我的弱点，就可以为所欲为？我冷冷地说，你太小看我了。张梦梦跪在地上，哭着求饶，苏总，求求您，放过我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看着他可怜的样子，我心里没有一丝同情，这就是他应得的下场。看着跪在地上的张梦梦，我心里涌起一阵快意，这个女人终于尝到了被欺骗的滋味。张梦梦，现在你知道被人玩弄是什么感觉了吧？我冷冷地说。张梦梦哭得更厉害了，苏总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您，给我一个机会吧。机会？我冷笑一声，你给过我机会吗？我走到窗边，背对着他，张梦梦，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样的人吗？不知道。他颤抖着回答，我最讨厌自以为聪明，却其实愚蠢至极的人。我转身看着他，你就是这样的人。张梦梦抬起头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恐惧。我继续说道，你以为知道了我的身份就能拿捏我？你以为我会因为想隐瞒身份就任由你欺负？你真的太高估自己了。我当时鬼迷心窍。张梦梦哭着解释，鬼迷心窍。我走到她面前，张梦梦，你勾引的男人可不止林志远一个，你把毁掉别人家庭当成游戏，你觉得这叫鬼迷心窍？听到这话，张梦梦的脸色变得更加惨白。她显然没想到我连她的黑历史都调查得一清二楚。苏总，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。
我以后再也不会了。以后？我冷笑一声，你觉得还有以后吗？我拿出一叠档扔在他面前，这是你勾引教授的证据，还有你骗取实习公司老板钱财的证据。你觉得这些被曝光后，你还能在这个城市混下去吗？张梦梦看着那些档，整个人都崩溃了。她万万没想到，我竟然掌握了这么多他的犯罪证据。苏总，求求您，不要。他已经说不出完整的话了。看着他绝望的样子，我心里有种报复成功的快感，但同时，我也感到了一丝空虚。报复并没有让我真正快乐起来。张梦梦，我给你2个选择。我冷冷地说，第一，我把这些证据交给警方，你等着坐牢。第二，你主动投案自首，争取宽大处理。张梦梦瞪大了眼睛，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你诈骗那个实习公司老板的钱，数额不小。我淡淡地说，足够判你几年有期徒刑了。张梦梦彻底绝望了，趴在地上大哭起来。看着她这个样子，我心里忽然有些厌倦。这种人根本不值得我浪费这么多精力。好了，你自己选择吧。我准备离开，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。说完，我转身走向门口。苏总，张梦梦突然叫住我，如果我选择投案自首，您能不能什么？我回头看着他，能不能不要把那些录音公开？他哭着说，我家里还有年迈的父母。听到这话，我停下了脚步。虽然我很恨张梦梦，但她的父母是无辜的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如果你能真心悔改，我可以考虑。张梦梦眼中闪过一丝希望，真的吗？但是你必须做3件事。我冷冷地说，第一，主动投案自首，把所有的罪行都交代清楚。第二，公开道歉，向所有被你伤害过的人道歉。第三，从此以后离开这个城市，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张梦梦连连点头，我答应，我全部答应。看着她急切的样子，我心里有些感慨，如果她早点有这种悔改的态度，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记住你说的话。我冷冷地说，如果你敢反悔，我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界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房间。走在酒店的走廊里，我心情有些复杂。虽然成功报复了张梦梦，但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开心。也许，仇恨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快乐。真正的快乐，应该来自于内心的平静和对未来的希望。回到家，我给小雅打了个电话。小雅，你表哥最近怎么样？陈浩啊，他挺好的，经常问起你呢。小雅兴奋地说，怎么了？你对他有意思了？我笑了笑，可能吧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们合适。小雅激动地说，明天我安排你们再见面。挂断电话，我坐在阳台上看着夜景，是时候放下过去，重新开始了。林志远的背叛，张梦梦的欺骗，这些都已经过去了。我不能让过去的阴霾影响我的未来。我还年轻，还有无限的可能。而且，我还遇到了陈浩这样优秀的男人。也许，新的爱情正在等着我。想到这里，我心情轻松了很多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我要向前看。新的生活正在开始。3个月后，我和陈浩的关系发展得很顺利。他是个很细心的男人，总是能在细节上感动我。比如，他记得我喜欢什么花，知道我不喜欢太甜的咖啡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从来不因为我的身份而感到压力。在他面前，我可以做回真正的自己。这天下午，陈浩约我在公园里散步。婉婉，我有件事想告诉你。他说，什么事？我好奇地问。我被调到上海工作了。陈浩有些不舍地说，
下个月就要走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心里有些失落。虽然我们才交往了3个月，但我已经习惯了有他陪伴的日子。是很好的机会吗？我问。是的，是我一直想要的职位。陈浩点点头，但是什么？但是我舍不得你。陈浩停下脚步，认真地看着我，婉婉，你愿意和我一起去上海吗？听到这话，我心里一震，这是个很重要的决定。如果我跟他去上海，就意味着要放弃这里的一切，包括我的事业、我的朋友，还有我熟悉的生活。我需要考虑一下。我说。陈浩点点头，我理解，这确实是个很重大的决定。回到家，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思考，去还是不去？如果去，我可能会得到一份美好的爱情；如果不去，我可能会失去这个机会。正在纠结的时候，我接到了律师的电话。苏小姐，有个消息要告诉您。什么消息？林志远的案子有了最终判决，因为数额较大，被判3年有期徒刑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我知道了。还有，张梦梦也被判了2年有期徒刑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虽然他们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但我并没有感到特别高兴。也许是因为时间过去太久了，仇恨已经淡化了。现在的我，更关心的是自己的未来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要和陈浩一起去上海，不是因为逃避过去，而是因为追求未来。这里虽然有我的事业，但事业可以重新开始，而真正的爱情，错过了就可能再也找不到了。我拿起手机，给陈浩打电话。陈浩，我想好了。什么？他的声音有些紧张。我愿意和你一起去上海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传来陈浩激动的声音，真的吗？婉婉，你确定吗？确定。我坚定地说，我想和你一起开始新的生活。1个月后，我把华悦集团的管理权交给了职业经理人团队，自己则跟着陈浩来到了上海。在飞机上，我透过窗户看着下面的云朵，心情很平静。这一次，我没有隐瞒身份，而是坦诚地告诉了陈浩一切，包括我的家庭背景，我和林志远的婚姻，还有张梦梦的事情。陈浩听完后，没有任何异样的表情，他只是握着我的手说，过去的都过去了，我只在乎我们的未来。就是这句话，让我彻底放下了心中的包袱。是的，过去的都过去了，不管是林志远的背叛，还是张梦梦的欺骗，都已经成为了历史。我不能让过去的阴霾影响我的未来。现在的我，有了新的开始，新的爱情，新的希望。到达上海后，我们在外滩附近租了一套公寓，虽然没有原来的别墅那么大，但和心爱的人在一起，哪里都是家。陈浩很快就投入了新的工作，而我也开始考虑在上海发展事业。有了之前的经验，我相信自己能在这个新城市闯出一片天地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不再是一个人了，我有了陈浩这个伴侣，有了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。半年后，我在上海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，公司规模不大，但发展前景很好。陈浩也在医院里表现出色，很快就得到了领导的认可。我们的生活虽然忙碌，但很充实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彼此相爱，相互支持，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生活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们在阳台上看夜景，陈浩突然问我，婉婉，你后悔吗？后悔什么？后悔嫁给林志远。我想了想，然后摇摇头，不后悔。陈浩有些意外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没有那段经历，我就不会遇到你。
我靠在他的肩膀上，有时候，错误的经历也是必要的。他让我们学会珍惜正确的选择。陈浩紧紧抱住我，婉婉，我爱你，我也爱你。我在他怀里微笑。是的，我不后悔过去的任何经历，因为正是那些经历，让我变得更加成熟，更加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情。现在的我，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，而且，我相信这种幸福会持续下去，因为它建立在真诚的基础上，建立在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。这就是我想要的人生，简单、真实，充满爱意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，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。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